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鹤棣微博世界大会与孙千白鹿互动引热议，被网友戏称双标。曾经的明星把微博当作自己的朋友圈，什么都敢侃。如今的明星发个微博都得谨慎考虑，更不用说与异性进行正常交流了。然而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仍然有人在众多观众面前展现了双重标准，不禁让人思考，这究竟是在避免嫌疑，还是在向公众传达某种信息呢？王鹤棣还是太双标了。也就是说，王鹤棣，你真的是很懂得双重标准。最近，2024年微博世界大会在北京举行，红毯上璀璨夺目，颁奖晚会备受期待。在这样的场合中，王鹤棣的小动作被众人察觉了。王鹤棣一进内场就直奔孙千的座位，王鹤棣一走到孙千身边，两人的手便立刻握在了一起。王鹤棣毫不顾忌地坐在孙千身旁，随即便开启了热烈的交谈。坐在孙千身后的宋佳，在王鹤棣走过来的时候，目光便紧盯着他。当王鹤棣和孙千聊得热火朝天时，宋佳则在一旁注视着王鹤棣。令人注意的是，他还带着微笑。有网友对宋佳的眼神进行了分析，有人认为是在考验王鹤棣的外貌，也有人评论说那是丈母娘看女婿时的目光。据透露，王鹤棣与孙千曾在《流星花园》中有过合作。王鹤棣在剧中饰演道明寺，而孙千则扮演小资。在剧情中，小资曾经吻过道明寺，那时两人的关系非常融洽，曾一同去玩游戏。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，孙千曾提到他喜欢王鹤棣这样类型的男生。此前，孙千与王鹤棣在《你好星期六》相遇，那时他看着他的目光让人倍感甜蜜。在聊了一段时间后，王鹤棣走到了白鹿的身边，他们曾经合作过《以爱为营》。当路透社的信息被披露时，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关注。遗憾的是，这是一部诈骗剧，气氛远不如路透那么出色。没想到，过了这么久，竟然还能看到两人的售后，真是太幸福了。最初，白鹿和赵露思坐得很近，赵露思还靠过来倾听白鹿的交流，两人低声细语的样子，真像极了闺蜜之间的亲密情景。虽然赵露思现在的状态与以前相比有所不同，显得有些没精打采和呆滞，过去的青春风采已不在，貌美的时光已经逝去。然而，白鹿的状态依然是那样明丽动人，光彩夺目。不过说起来，这次的微博世界大会上，虞书欣也露脸了，但在网上几乎找不到他们双方的合影，反而与赵露思这种未曾正式合作过的人拍了照片。难道他们真的如网上所传那样，在剧中表现的甜蜜，但在剧外却暗藏明争暗斗吗？尽管这一点尚无定论，但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，那就是王鹤棣与白鹿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常融洽。尽管他们之间有一个赵露思的存在，但三人却没有感到陌生，反而相处得十分融洽。看看王鹤棣那笑得毫不在乎的模样，真令人疑惑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。赵露思离开后，他们之间隔着一个座位开始交谈。王鹤棣歪着头，侧身朝白鹿看去，而白鹿似乎皱起了眉头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更精彩的时刻到来了，此时田曦薇正坐在两人身后，她的眼睛闪烁着光芒，似乎在等待什么，而王鹤棣却似乎没有留意到她，只是一心和白鹿交谈。随后两人更是毫无顾忌地坐在了一起，畅所欲言。白鹿用手掩着嘴与王鹤棣交谈，王鹤棣则更是轻身向白鹿靠近，两人窃窃私语的样子显得格外坦诚。王鹤棣的表现更是让人惊讶，
他对待白鹿和田曦薇的态度实在是太有差别了。他与田曦薇的大奉打更人尚未开播，按理来说，现在应该可以一起进行宣传了。没想到王鹤棣似乎对此毫不在心。在走红毯时，他把大奉打更人的标签直接放在了白鹿的电视剧《北上》之下。救命！谁能理解这个动作的价值呢？这是故意的还是无心之举啊？王鹤棣和田曦薇一同走上舞台，尽管他始终轻轻握着田曦薇的手，但两人之间却保持着约1米的距离。在台上时，王鹤棣的目光虽然偶尔瞥向田曦薇，但两人之间的间隔足以容纳另一个人。就是说，王鹤棣，你的双重标准是不是有些太显而易见了？除了王鹤棣，还有其他男演员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类似的双重标准行为。王鹤棣在直播中表现得十分坦荡，而其他人的状态则是通过间接方式或他人的叙述传达出来的。2. 王一博的双标。自《陈情令》播出以来，已经过去了好几年，主演肖战和王一博这段时间内也很少一起亮相。然而，依然有让人难以忘怀的令牌在不断提供甜蜜，《陈情令》的花絮便是其中的甜蜜来源。陈乔恩在节目中提到，王一博虽然态度认真，但性格也很腼腆，平时话不多，很少有超过10句的交流。对此，天天兄弟的成员表示习惯就行，而且王一博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程潇曾在节目中透露，他之前与王一博一起跳过舞，但两人之间却没有交流过一句话。与他有过合作的肖战对此持不同看法。当记者询问肖战，王一博是否曾因为他太吵而感到烦恼时，肖战却表示，拜托，王一博在私下里比他还要吵呢。在剧组期间，王一博和肖战的互动频繁，关系非常融洽。王一博还主动提到要教肖战学习《天天向上》的歌曲和舞蹈，真是非常有耐心。在节目中跳舞时，两人始终面带笑容的互视，偶尔还会显露出一丝小小的傲娇神情。所以百香果迟迟无法出坑也不奇怪，因为主角发的糖实在是太甜了。实际上，王一博对赵丽颖和谢娜也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标准。除了他对肖战的态度，在晚会上，沈梦辰等女星面前，他显得十分慌乱，不知该如何摆放手。最终，他突然想到一个主意，选择了握手，这样才解决了他的难题。然而，面对谢娜则截然不同，他直接弯下腰将对方抱住。粉丝们看到王一博抱着谢娜后，不仅没有感到嫉妒或醋意，反而很安心。在《嗨唱转起来》节目中，两人曾有过拥抱，谢娜也是王一博上台后首次拥抱他的人。在有匪的拍摄现场，王一博与赵丽颖交谈时，却被赵丽颖无视了。他并没有生气，反而始终在他身旁转悠，不停地做一些小动作以引起他的注意。据说，赵丽颖曾和王一博同台获得奖项。当时赵丽颖对他十分关心，还主动帮他介绍别人搭话，这让王一博非常感激。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这种双重标准同样容易接受。不过老实说，有时双重标准并不意味着什么，也不代表有特别的含义。但当这种双重标准应用于关系较为特殊的人时，就显得容易理解了。